各位你哋好，我係 Debbie 方以娥，註冊營養師。我喺兩個診所度做營養顧問，我亦都有自己私人執業，提供營養諮詢服務。好高興今日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對肝臟健康有幫助嘅飲食資料。呢一個講座咧係特別對肝臟病早期患者同埋肝臟捐贈者係特別適用嘅。咁首先咧，我就會簡單介紹下乜嘢係對肝臟健康有幫助嘅飲食資料。跟住咧，我就會講4個唔同嘅營養素：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同埋鈉。嗱，首先咧，先講下肝臟，好簡單講下肝臟嘅重要性。我哋都知道肝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器官，喺身體裏邊負責500多個功能。大家都聽過肝臟幫我哋淨化血液。其實每一日我哋所食嘅、飲嘅、吸入身體裏邊嘅空氣，或者搽喺皮膚上嘅，無論係護膚品又好，或者藥物又好，都會係經過血液帶到去肝臟嗰度淨化，將啲毒素、廢物分解出嚟，然後幫助排出體外嘅。肝臟咧仲負責好多唔同嘅調節功能，譬如佢可以幫我哋調節身體嘅能量供應啦。例如我哋喺食物度攝取到嘅糖分或者脂肪用唔着嘅時候咧，肝臟都會幫我哋將呢啲營養素儲存起嚟。到身體需要能量而未喺食物度攝取到嘅時候咧，肝臟又會將呢一啲儲存起嚟嘅能量咧釋放出嚟，等到我哋不斷可以有能量供應，保持腦筋清醒、活力充沛。肝臟仲幫我哋調節身體裏邊唔同嘅激素。至於喺合成功能方面咧，肝臟又非常之重要啦，幫我哋製造身體所需要唔同嘅蛋白質。譬如係幫助運輸作用、血液凝固或者係抵抗感染等等嘅。肝臟仲幫我哋製造膽汁啦，等到我哋可以消化同埋吸取食物裏邊嘅脂肪。肝臟係非常之重要喎，佢亦都係非常之任勞任怨。就算2/3嘅肝臟細胞受損咧，我哋都未必會留意到有明顯嘅病徵出現。咁即係話我哋好多時咧都我哋係需要無時無刻咧都要照顧下肝臟嘅健康，唔好等到病情嚴重嘅時候，病徵好明顯嘅時候先至嚟到做功夫。肝臟病嘅病類咧好繁多，超過100多種。就冇一種飲食模式咧係啱晒所有肝臟病嘅。但係個好消息咧就係一般咧我哋都可以通過飲食同埋營養嚟到改善肝臟健康，等到受損嘅肝臟細胞可以重生，或者放慢肝臟病嘅進展程度。肝臟病去到某一個程度，或者某一啲肝臟特別嘅疾病咧，就需要係營養師同埋醫生咧再進一步提供資料嘅。點樣為之對肝臟有幫助嘅飲食方式咧？我哋基本上咧就鼓勵大家多選擇低脂肪同埋高纖維嘅食品。基本上係好多時都係植物類嘅食品咧就比較健康啲。咁至於係動物類嘅食品咧，就盡量減少或者甚至避免含有飽和脂肪豐富嘅肉類食品。同埋咧係盡量咧係避免減少或者最好咧就係避免高度加工食品，因為好多時高度加工食品咧都係加咗糖、鹽同埋脂肪嘅。我跟住咧就會用加拿大食品指南嚟到進一步同大家解釋下，俾啲實例俾大家參考。咁你睇到呢個加拿大食品指南咧，一個餐盤同埋一杯水，呢度咧就有4個信息。第一個信息咧就鼓勵我哋多食蔬菜同埋水果。咁你睇呢個餐盤嘅一半咧，都係等咗唔同嘅蔬果啦。譬如我哋可以選擇深紫色嘅紅捲心菜或者茄瓜，再加上係譬如墨綠色嘅蔬菜，譬如係西蘭花、羽衣甘藍、kale、菠菜同埋其他唔同嘅蔬菜。再加上係譬如鮮豔顏色嘅，譬如紅甜椒、黃甜椒、紅蘿蔔。再配合起唔同顏色嘅，譬如係莓啦，譬如草莓、藍莓、士多啤梨，越多顏色越好，越多種類越好。第二個信息咧就係選擇全穀物食品，而唔係話白米、白麵包啦。全穀物食品選擇非常之廣泛，可以係糙米、藜麥，譬如藜麥係 quinoa，又可以選擇譬如野米或者係蕎麥、buckwheat，呢啲都係非常之健康嘅全穀物食品。第三個信息咧就係選擇健康嘅蛋白質豐富嘅食品。種類非常之多，可以喺植物可以喺動物嗰度嘅來源嘅蛋白質食品都係健康。譬如係我哋熟悉嘅譬如魚啊、
雞肉、雞蛋、奶類食品啊，呢啲都係好豐富蛋白質嘅。咁至於喺植物來源嘅蛋白質食品咧，亦都係非常之多選擇啦。譬如係豆腐，各種唔同嘅豆，例如係小扁豆 （lentils）、鷹嘴豆 （chickpeas）、斑豆、黑豆，呢都係非常之豐富蛋白質嘅食品。再配合起譬如係堅果種子，譬如合桃、杏仁、奇亞籽就係 chia seed 或者係亞麻籽 flax seeds，呢都係好豐富蛋白質嘅。咁我哋就盡量咧，就喺整體食品而唔係以加工食品，特別係高度加工食品嚟到攝取營養素咧，咁就對身體咧就係特別有益。咁第四個信息咧就係用水嚟到解渴，而唔係用汽水或者果汁嚟到解渴。嗱，好多時咧患上肝臟病嘅人士咧，佢都未必會係自己住嘅，好多時會同屋企人住，或者係有護理者幫佢哋安排食物嘅。咁我頭先所提供嘅對肝臟有益嘅飲食資料，同埋跟住以下所講嘅營養資料咧，除咗係對肝臟病患者同埋係肝臟捐贈者有幫助之外咧，仲係對屋企人啦同埋護理者咧都非常之適用嘅。嗱，跟住咧我就講下4個唔同嘅營養素。首先咧就講下蛋白質。嗱，蛋白質對我哋身體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大量營養素 （macronutrient）。我哋身體細胞嘅結構咧，一定有蛋白質呢個成分喺度。而我哋嘅肌肉組織咧，就係由細胞組成嘅。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想構建多啲肌肉或者修補肌肉咧，都一定需要有蛋白質嚟到幫手。咁蛋白質咧，仲可以幫我哋提供其他作用啦，譬如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對身體入邊嘅譬如酵素或者係激素咧，都幫佢哋發揮作用，譬如幫助消化，幫助血液凝固，運輸作用等等嘅。嗱，一個咁重要嘅營養素係乜嘢食品先至可以攞到俾我哋身體吸取到蛋白質咧？其實食物嘅種類非常之多，好多都係含有豐富蛋白質，可以喺動物來源又得，植物來源又得。咁我頭先講加拿大食品指南嗰陣時已經提過咧，就話動物來源嘅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係魚啊、雞肉或者其他肉類啊、雞蛋啊、奶類食品都可以。咁至於植物類咧，我亦都提過好多唔同嘅類別，譬如各種唔同嘅豆、豆腐、堅果種子同埋係全穀物食品咧，都係含有豐富蛋白質嘅。咁加拿大食品指南咧，就鼓勵我哋咧就多啲選擇植物來源嘅蛋白質，就因為咧植物來源嘅蛋白質或者植物嘅食品咧，一般嚟講含有嘅脂肪嘅含量咧就比較低，同埋含有比較健康一啲嘅脂肪。再加上咧植物類嘅食品咧就俾到我哋纖維同埋植物化學物質。咁我喺下一個環節就會講下纖維嘅重要性。咁而植物化學物質咧就可以有抗炎嘅功能，抗炎就抵抗發炎啦。咁如果你話我都係喜歡用動物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冇問題。不過咧就記得選擇一啲瘦身一啲嘅肉，或者選擇魚，就盡量避免咧唔好選擇用鹽醃製嘅肉或者係煙燻嘅肉。咁咧就對身體對肝臟咧都係健康一啲。咁要食幾多蛋白質我哋先至叫做足夠咧？我哋要考慮幾樣嘢，譬如係歲數、體重、健康狀況等等。對成年人嚟講咧，我哋一般咧就話1公斤嘅體重咧喺食物度咧就攝取0.8至1.2克嘅蛋白質每一日咧就足夠。咁如果你係重150磅，或者係68公斤咧，就55克至到80克嘅蛋白質每一日咧就係足夠啦。咁你可以如果你話奇怪嚇，難唔難喺食物度攝取足夠嘅蛋白質咧？就其實唔難嘅。咁我呢度咧就有幾個例子俾大家參考下，睇下我哋日常食嘅食物裏邊可以提供幾多蛋白質俾我哋。咁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手嚟到幫手量度下一份嘅份量有幾多啦。譬如我哋喜歡食魚或者係雞肉咧，咁我哋用個手嚟到量度下，譬如一份魚或者一份雞肉咧，就係個掌心嘅大細，而尾指嘅厚度就叫做一份肉類。咁呢一份肉類咧就俾到我哋17克至20克嘅蛋白質。嗱，如果我用翻頭先個例子話150磅就需要55克嘅蛋白質，每一日已經足夠。咁你睇到呢一份肉類咧，就已經係提供到俾我哋每一日
裏邊三分嘅所需求嘅蛋白質嘅1/3。咁如果你話啊，我又想聽下加拿大食品指南嘅提議，用下多啲嘅植物類嘅食品，咁攞到幾多蛋白質咧？嗱，又可以用我哋嘅手嚟到量度下，一個拳頭咧就係1杯啦。如果你話我想食半杯嘅豆，半杯嘅豆咧就係半個拳頭，咁就俾到我哋9克嘅蛋白質。咁一杯咧就係18克，咁變咗係即係同肉類蛋白質嘅份量咧就大同小異。咁如果你話想午餐嘅時候食杯藜麥有幾多蛋白質咧？一杯咧就係8克嘅蛋白質。如果你話朝早可以想用花生醬搽麵包，而花生醬咧係一個非常之蛋白質豐富嘅食品，咁食幾多咧？即係食花生醬可以攞到幾多蛋白質咧？譬如一個鬼佬湯羹嘅成分咧，就係我哋大拇指嘅上半部，個體積少，但係咧已經係俾到我哋4克嘅蛋白質。咁即係話其實咧喺食物裏邊好多都係蛋白質豐富，就絕對唔難攞足夠嘅蛋白質。嗱，雖然蛋白質咁重要，我哋食得太多蛋白質咧，就未必係一定健康嘅喎。食得太多蛋白質咧，對身體某一啲器官，譬如係腎臟咧，就造成負荷。嗱，蛋白質豐富嘅食品咧，除咗俾到我哋蛋白質之外咧，仲俾到我哋好多其他唔同嘅營養素。無論喺動物來源又好，植物來源又好咧，好多呢啲營養素咧都係共同嘅。我呢度咧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或者指出一下邊一啲營養素咧係喺動物嘅食品來源多啲，或者係邊一啲咧會係植物來源多啲。嗱，如果我哋選擇係動物類嘅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咧，我哋仲可以攝取埋維生素 B12。嗱，維生素 B12咧係對製造紅血球同埋對我哋嘅神經系統咧係有幫助嘅。咁至於喺植物類嘅食品，維生素 B12嘅含量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好少或者係甚至欠缺。除咗係加咗維他命 B12嘅豆奶類食品，或者係加咗維他命 B12嘅早餐燕麥食品咧，其他植物食品咧都係比較少或者甚至係欠缺。所以如果話以植物食品嚟到為主嘅人士咧，就需要係 B12嘅補充品啦。不過咧，就算你係選擇係食動物類嘅食品咧，超過50歲咧，醫學協會咧都係鼓勵我哋咧，都係要用維他命 B12補充品嘅。嗱，至於係用植物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有啲乜嘢好處咧？就係好處咧，就包括係植物類食品咧，就比較含有低飽和脂肪啦，相對起動物類嘅食品。咁佢低飽和脂肪對身體冇益，所以植物類食品含低飽和脂肪咧就比較健康啲。咁再加上咧就係植物類食品咧就可以俾埋我哋纖維同埋植物化學物質。咁纖維同植物化學物質咧對身體健康功能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咧，如果係可以嘅話咧，都多啲嘗試下用植物嘅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嗱，加拿大食品指南鼓勵我哋咧就多嘗試下用植物食品攝取蛋白質咧。我呢度咧就揀咗係豆類嚟到同大家再進一步介紹下。嗱，豆類係非常之營養豐富嘅食品，無論係罐頭豆或者係乾身嘅買翻嚟自己煮嘅，都係非常之營養豐富。蛋白質豐富，纖維豐富，多葉酸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營養素，同埋佢價錢一般嚟講係非常之相宜。特別而家喺疫情期間咧，大家可能留意到有啲超級市場肉類供應比較短缺，肉類嘅價錢提升咗，咁相對之下咧，豆類嘅產品咧嘅價錢咧就更加吸引，同埋豆類嗰個保質期係好長，用途係好廣泛。譬如我哋可以用嚟加喺沙律度，或者用嚟放湯，或者煲粥，或者加喺唔同嘅食譜裏邊，譬如咖喱食譜咧都可以嘅。嗱，如果你唔食慣豆類或者唔食慣多豆類咧，我就鼓勵大家咧，就以漸進式形式咧，就將豆類加喺我哋日常飲食裏邊。譬如我哋可以先用一湯羹嘅豆，跟住加到去2湯羹，跟住1/4杯，跟住半杯咁樣嚟到加上去咧，咁就俾啲時間我哋嘅腸胃適應下，嚟到消化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咧，咁我就唔會話食完豆類之後咧會覺得腸胃脹氣嘅現象出現，咁就覺得唔舒服啦。
另外咧就豆類嘅一般嚟講就係含有鉀同埋磷呢兩個礦物質嘅份量比較重啲。咁鉀同埋磷咧係身體必須要有嘅礦物質，但係如果你驗血報告出嚟話你個血清磷或者血清鉀嘅水平提高咗咧，咁最好咧就係問下醫生或者營養師食乜嘢嘅豆類或者食幾多份量嘅豆類咧就會比較適合啲。跟住我講下黃豆。黃豆同其他豆類一樣啦，都係非常之營養豐富。嗱，黃豆做出嚟嘅食品種類好多，譬如可以係豆腐、豆奶、豆乾都可以嘅。同我頭先所講嘅豆類嘅營養咧，同黃豆都係非常之一致。又係高蛋白質、高纖維、高葉酸同埋好多其他營養素。價錢又係啦，非常之相宜，同埋個用途又好廣泛。而黃豆喺含有鉀同埋磷嘅份量咧，就比其他豆咧就稍為低，所以如果你話擔心食得太多鉀啊或者太多磷咧，咁就可以考慮下用黃豆。嗱，出邊市面上或者大家都飲過係豆奶啦。豆奶同牛奶兩個營養價值有乜嘢分別咧？喺加拿大嚟講咧，豆奶同牛奶咧兩個都係加咗維生素 D。豆奶同埋牛奶咧，佢嘅維他命同埋鈣質嘅成分咧，都係非常之一致。但喺價錢上咧，如果係買2公升嘅牛奶同2公升嘅豆奶咧，大家都係大同小異嘅。但係如果你買家庭裝嘅4公升嘅牛奶咧，價錢咧就會係肯定係比豆奶咧就便宜嘅。嗱，仲要留意下一樣咧，就係出邊我哋市面上買到嘅，譬如豆腐啦。如果買一啲係軟身特別係特別軟身嘅豆腐咧，佢嗰個營養成分咧就同買硬身一啲嘅豆腐咧就相差好遠啦。因為軟身豆腐咧，佢嗰個水分咧就係好高，同埋咧係比較加工嘅程序咧係多咗，咁變咗咧佢個鈣質咧就同硬身豆腐咧就係低好多嘅。咁所以如果話係想用黃豆類嘅食品嚟到攝取多啲鈣質或者蛋白質咧，就最好咧就係買一啲硬身一啲嘅豆腐咧，就比較健康一啲，就多啲營養。好啦，嗱，如果你話我都係喜歡翻食肉類，但係又想聽下加拿大食品指南嘅提議，加啲攞多啲營養素啊，咁可以點樣做咧？咁我哋可以考慮下，譬如平時食慣1份嘅肉，咁我哋可以用譬如植物類嘅蛋白質豐富嘅植物類食品嚟到代替部分嘅肉。譬如你話平時食開1份肉，咁我哋可以用豆啦，或者係豆腐啦嚟到取代半份嘅肉。咁呢度咧有2個例子，佢咧一個例子咧就用黑豆，另外一個例子咧就用鷹嘴豆嚟到取代半份嘅肉。咁用呢一個合成方式組合方式嚟到提供到俾我哋嘅蛋白質嘅成分咧，同你完全係靠肉類嚟到攝取蛋白質嘅成分咧，都係大同小異。2個都係俾到我哋大概19至20克嘅蛋白質。所以咧再加上咧就係如果你話用部分嘅植物類蛋白質嚟到取代部分嘅肉類咧，仲可以攞埋植物食品所提供到俾我哋嘅纖維同埋植物化學物質，咁變咗係一舉兩得啦。咁我就鼓勵大家咧就盡量嘗試下，就算你喜歡食肉類咧，都可以用下植物類嘅食品嚟到取代部分嘅肉類。好啦，我哋總括下蛋白質呢個環節。嗱，蛋白質對身體係非常之重要，可以避免肌肉流失，可以增強抵抗力，同埋幫助其他好多唔同嘅功能。無論你係喜歡用植物類嘅食品，或者用動物類嘅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咧，都可以都係健康嘅。不過咧就多啲選擇下植物類嘅蛋白質咧，咁就更為對身體就更為有益。因為咧我頭先講過話，植物類嘅食品可以俾埋我哋纖維同埋植物化學物質。記得咯，如果你都係喜歡用動物類嘅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咧，就記得係選擇一啲瘦身一啲嘅肉，或者選擇魚類，咁就比較係健康一啲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講下另外一個大量營養素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咧就俾到我哋身體能量、維生素、礦物質、纖維同埋植物化學物質。碳水化合物咧就係由糖分子組成嘅，我哋就根據糖分子嘅結構複雜程度咧，就將碳水化合物分成2大類：單糖同埋複合碳水化合物。
單糖咧就包括有天然存在喺動物奶類食品嘅乳糖，譬如係牛奶裏邊嘅乳糖或者芝士裏邊嘅乳糖。而單糖咧仲包括係天然存在喺水果裏邊嘅糖分，我哋就叫嗰啲叫果糖啦。但係有啲單糖咧就係製造出嚟嘅喎，即係我哋人體製造我哋額外製造出嚟嘅。咁譬如大家都聽過高果糖玉米糖漿，嗱呢個單糖咧好多時咧都係喺高度加工食品裏邊揾到嘅。呢一種單糖製造出嚟嘅單糖就係對身體非常之冇益嘅。咁我跟住就遲啲會俾啲例子俾大家參考下。咁另一大類嘅碳水化合物咧就係複合碳水化合物。複合碳水化合物嘅糖分子組織咧嘅結構咧就係複雜啲。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指纖維豐富嘅食品。呢度咧我就列舉咗含有碳水化合物嘅食品。喺動物類嘅食品咧，就只有我頭先所講嘅乳糖，就係動物嘅奶類食品，譬如牛奶啊，部分嘅芝士啊，咁呢啲都有乳糖喺度。乳糖咧就冇纖維，不過佢有其他嘅營養素，都係一個健康嘅碳水化合物。至於喺植物類嘅食品咧，就所有植物類食品咧都係含有碳水化合物，包括係生果、蔬菜、全穀物食品、各種唔同嘅豆類、堅果、種子呢都有嘅。有一類嘅碳水化合物咧，我就叫大家咧最好就避之則吉啦。呢個咧就係精製碳水化合物。我頭先精製碳水化合物就嘅例子非常之多，譬如我哋好多時都食過嘅白米、白麵包呢一啲咧就係用整體全穀物食品經過好高度嘅加工，就變成白米白麵包，好多脂肪好多營養素都流失咗，咁佢變成係精製碳水化合物咧。如果我哋盡量可以少食呢啲咧就最好。好多其他嘅我哋出邊買到嘅零食啦，譬如係薯片啊、蝦片啊，甚至係動物類嘅，譬如係牛肉乾、豬肉乾啊、汽水啊，呢啲好多都係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漿，加咗好多糖分。我哋就鼓勵大家咧，就對呢一啲食品咧就盡量減少，或者甚至係避免，咁就對肝臟咧就係健康好多啦。我呢度咧就講過選擇高纖維嘅食品，或者選擇乳糖類嘅食品咧，都可以係攞到健康嘅碳水化合物。咁我就特別咧就係提醒咧，就係話食品咧最好就係整體食品，越少加工越好。就因為咧喺加工過程咧，好似我頭先講過話，好多營養素都流失。我呢度咧有一個例子俾大家參考下，譬如一個橙同一杯橙汁。呢兩個食品咧，都係俾到我哋同份量嘅碳水化合物。咁如果我哋飲杯橙汁咧，好多時咧就食唔到橙裏邊嘅纖維，因為喺揸橙汁嘅過程裏邊咧，個橙渣咧我哋就抌咗佢嘅。其實橙渣咧就係嗰個纖維成分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食個橙咧，我哋食晒成個橙裏邊嘅營養素，就包括埋有纖維。點解纖維對我哋咁重要咧？咁我就對大家解釋下。我哋身體喺生理過程裏邊咧，好多時都會製造到廢物嘅。譬如我哋個肝臟喺處理紅血球細胞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咗膽紅素。而膽紅素係一個廢物，就係需要跟住糞便度排出體外嘅。纖維咧就可以幫我哋避免便秘，等到啲廢物咧就唔會積聚喺我哋個大腸嗰度。如果廢物積聚喺大腸嗰度咧，久而久之咧就會形成疾病㗎啦。咁再加上纖維咧，仲可以幫助我哋調校身體嘅血糖水平，同埋將食物裏邊我哋身體唔需要嘅膽固醇咧排出體外。我哋身體裏邊咧，我哋個腸胃裏邊咧有啲細菌，我哋叫佢做益生菌。益生菌咧同我哋人體一樣，都係需要營養豐富嘅食品，佢哋先至會健康嘅。當益生菌健康嘅時候咧，我哋嘅消化系統就健康，我哋整體嘅健康亦都得到益處。有乜嘢食品係俾到我哋益生菌營養豐富嘅食物咧？就只係有纖維啦。所以我咧就鼓勵大家就盡量選擇多纖維高嘅食品，咁我哋嘅益生菌就會健康，令到我哋整體身體咧都係有幫助。
一般纖維豐富嘅食品咧，都係水分豐富，咁再加上纖維高嘅食品咧，係需要多啲時間嚟到消化。咁既水分豐富，再加上係需要時間長啲嚟到消化，咁令到我哋感覺飽肚嘅時間又耐咗。咁即係話可以幫我哋唔會話過度進食啦。咁我哋唔會過度進食嘅時候，好多時就會幫到我哋，譬如減磅或者保持健康體重。嗱，如果你話啊，我其實唔係好中意食生果蔬菜呢啲喎，咁我喺藥房買膳食纖維粉，譬如 Metamucil 咁樣得唔得咧？嗱，膳食纖維粉咧就可以幫我哋避免或者防止便秘，但係咧佢就俾唔到我哋腸胃裏邊嘅益生菌所需要嘅營養，所以咧我都係鼓勵大家多食纖維豐富嘅整體食品，蔬果全穀物食品，豆類堅果種子啦。嗱，我頭先所講提過咧，就係話高度加工食品係特別係精製碳水化合物咧，我哋最好咧就係越少食越好，因為咧精製碳水化合物咧佢個熱量高，但係佢個營養素咧就好低。呢度有兩個例子俾大家參考下。一罐12安士裝嘅普通汽水入邊已經有成差唔多10茶羹嘅糖，10茶羹嘅糖咧就俾到我哋156個卡路里。嗱，成年人如果我哋唔係話做好多運動，好多時上咗年紀，我哋只需要一日咧係1500至到1600個卡路里。如果一罐汽水俾到我哋156個卡路里咧，就差唔多係我哋一日所需要嘅熱量嘅1/10，但係又俾唔到我哋其他嘅營養素喎。咁如果我哋食過多嘅卡路里，而我哋消耗唔到嘅消耗唔到呢啲卡路里嘅時候咧，久而久之咧，呢啲剩餘嘅卡路里咧就會用甘油三酸酯嘅形式喺身體儲存起嚟，好多時就儲存喺個肝臟嗰度咧，就提高咗我哋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風險。第二個例子咧就係牛奶啦。如果一杯加咗朱古力味嘅奶，或者係加咗士多啤梨味嘅奶，相對起嚟講冇特別加到味道嘅牛奶咧，嗰個加咗味道嘅牛奶咧就係有成3羹半茶羹嘅糖，咁額外咧就俾到我哋64個卡路里。咁同頭先嗰個汽水個例子一樣啦。如果我哋剩餘嘅卡路里消耗唔到，又係會以脂肪嘅形式積存喺身體裏邊。嗱，如果當我哋身體嘅甘油三酸酯水平提升咗，或者係脂肪嘅積聚多咗，就會慢慢咧就形成或者提高咗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呢啲慢性疾病譬如係癡肥、心臟病、二型糖尿病，同埋我頭先所講嘅非酒精性脂肪肝。同埋慢性發炎影響身體唔同嘅器官，咁呢個都係對整體身體健康咧就係冇好處嘅，所以咧我就建議大家盡量咧就係減少或者甚至係避免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啦。要食幾多碳水化合物我哋先至叫做係好咧？咁一般咧，我哋就係話每一日我哋身體所需要嘅能量嘅50%至到5成半都可以係由碳水化合物嗰度嚟。咁我哋可以睇下營養標籤，睇下一份食品可以俾到我哋幾多碳水化合物。咁我哋有個概念。呢個營養標籤咧就係英文嘅，咁同中文嘅營養標籤一樣啦，都係由頭頂睇起。呢一個食物嘅例子咧，就係以一杯嚟到計。咁你睇到紅色框框嗰度咧，就係話到俾我哋聽，呢一杯嘅食品咧，就俾到我哋26克嘅碳水化合物。咁好可惜啦，呢一個食品咧就係冇纖維，但係佢嘅糖嘅成分咧就非常之高。呢一杯嘅食品咧，俾到我哋每日所需要嘅糖嘅成分咧，成22%，22%，咁係非常之高。我就鼓勵大家咧，選擇食品嘅時候咧，嗰個糖嘅成分咧就最好咧就唔好高過5%，同埋記得係盡量選擇高纖維嘅食品咧，就比較對肝臟係有益啲。好啦，總結下碳水化合物呢個環節。
嗱，碳水化合物係非常之重要嘅大量營養素，但係咧唔係所有碳水化合物嘅營養價值咧都係一樣嘅喎。嗱，記得就多選擇纖維豐富嘅碳水化合物。嗱，如果你喜歡係喺奶類食品嚟到攝取碳水化合物、攝取乳糖嘅話咧，冇問題。不過咧就盡量選擇下低脂肪嘅奶類食品，咁就比較係健康啲。或者你可以考慮下喺植物度提煉出嚟嘅奶類食品，就係不過咧就要選擇下加咗維生素 D 嘅奶類食品咧，就比較好啲。咁再重複咧，就係話至於喺精製碳水化合物嚟講咧，我哋就盡量減少或者甚至避免，因為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咧好多時都係加咗糖分，同埋喺提煉過程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營養咧就流失嘅。所以記住我哋喜歡食米唐人中意食米嘅咧，就盡量選擇下糙米啊全穀物食品，就唔好選擇白米同埋白麵包。好啦，跟住呢個環節咧，我哋就講下脂肪。嗱，脂肪咧就係另外一個重要嘅大量營養素，提供到俾我哋身體熱量，同埋我哋細胞膜都係一定要有脂肪呢一個成分嘅。脂肪咧仲可以幫我哋身體嘅裏邊嘅酵素發揮作用，同埋幫我哋吸收食物裏邊只係可以溶喺脂肪而唔溶喺水嘅維生素，就包括維生素 A、D、E 同埋 K。咁某一種脂肪，我哋叫佢做亞米加3脂肪酸。呢一種脂肪咧係特別對神經系統、我哋個腦同埋眼嘅操作咧係特別有幫助嘅。嗱，脂肪係雖然係咁重要，食得太多脂肪咧對身體係冇益嘅喎。咁因為脂肪積聚喺身體裏邊咧，就特別如果係積聚喺個肝臟裏邊咧，就會提高咗我哋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風險。如果係積聚喺整體嚟講身體裏邊咧過多嘅時候咧，又會提高咗患上慢性發炎嘅情形出現啦。咁我哋食幾多脂肪先至叫做啱咧？嗱，每一日嘅能量供應嘅2成半至到3成咧，我哋都可以喺脂肪度攝取熱量。咁如果係需要2000個卡路里一日嘅話咧，就大概55至65克嘅脂肪咧就已經係足夠㗎啦。嗱，脂肪都有分類，我哋睇到呢個圖片最右手邊嗰個圖片咧就係反式脂肪。嗱，反式脂肪咧對身體咧就非常之冇益嘅。有啲乜嘢食品係多反式脂肪咧？就包括市面上買到嘅，譬如係油炸嘅食品，譬如係炸洋葱圈、炸薯條、炸蝦片或者炸薯條、薯片啊，呢啲都有嘅。咁同埋市面買到嘅，譬如係糕點啊，譬如係蛋糕、曲奇餅，有啲餅乾啊，呢啲全都有反式脂肪，我哋就特別留意下。如果個營養標籤話有反式脂肪咧，我哋又係避之則吉啦。咁圖片嘅最左手邊嗰個咧就係飽和脂肪。嗱，飽和脂肪咧又係對身體冇益嘅，又係越少越好啦。有啲乜嘢食品係多含有飽和脂肪嘅咧？就係動物嘅好多動物類嘅食品，譬如係有啲牛肉啊，或者係牛油啊，呢啲都係好豐富飽和脂肪。嗱，我哋唐人好多地都食過，譬如乳豬啊、燒雞、燒鵝呢啲，咁佢都係含有好豐富嘅飽和脂肪。咁最好咧，就如果你係喜歡食嗰啲肉類嘅話咧，最緊要就記得雖然嗰個乳豬個皮好脆，最好就唔好食啦。同埋個肥肉咧，最好咧就係又係唔好，又係切除咗佢，唔好食啦。咁如果話食燒鵝、燒鴨嗰啲咧，又係連有個皮咧，就最好就係唔好食啦。咁嗱，如果係去餐館食嘢或者去飲茶，我哋有陣時會食，譬如燒賣，但係燒賣呢啲咧，其實我哋雖然睇唔到佢嗰個肥油係或者肥肉喺度喎，其實咧佢好多時都係含有好豐富嘅飽和脂肪。我哋又係酌量，如果可以減少食就最好啦。咁至於植物類嘅食品咧，就有2類嘅食品咧，就係好高飽和脂肪嘅，係椰油同埋棕櫚油。咁我特別要提醒下大家咧，就係好多時啲零食咧都係含有椰油同埋棕櫚油嘅，譬如或者你哋都食過嘅，譬如蝦片啊、薯片啊、牛肉乾、豬肉乾、
呢啲都係含有好豐富嘅或者甚至係雪糕啦，都好多時咧都係由用椰油或者橄欖油嚟到唔係橄欖油棕櫚油嚟到做嘅，咁所以咧就係要留意下個營養標籤，記得係選擇一啲低飽和脂肪嘅食品，就對肝臟係健康一啲。中間嗰兩個圖片咧就係非飽和脂肪，非飽和脂肪咧又分開單非飽和脂肪同埋多非飽和脂肪。非飽和脂肪咧係有抗炎嘅功能，抵抗發炎嘅功能。咁有乜嘢食品咧係多呢啲非飽和脂肪嘅咧？譬如係魚啦，各樣唔同嘅堅果同埋種子。我就先前提過咧，有一個非飽和脂肪咧，就係叫做亞米加3脂肪酸。呢一個咧就係同我講過咧，就係對腦啊、眼啊係好有益嘅。咁特別喺魚、合桃、flaxseed 就係亞麻籽，同埋奇亞籽就係或者我哋叫佢做加種子chia seed，同埋係大麻種子都係好豐富嘅。記得咧，如果你係選擇食亞麻籽 flaxseed 嘅時候咧，一定要係磨碎咗，我哋身體先可以吸取到嗰啲健康嘅亞米加3脂肪酸。咁至於係單非飽和脂肪咧，我哋可以選擇譬如係牛油果，牛油果個纖維成分咧其實係非常之高，佢亦都含有健康嘅非飽和脂肪。咁至於喺食油方面咧，我哋就鼓勵大家選擇菜籽油 （canola oil） 或者係橄欖油。就千祈咧就盡量避免咧就用椰油同埋棕櫚油，因為椰油、棕櫚油咧，我頭先講過咧就含有飽和脂肪嘅成分咧就係比其他嘅食油咧係高好多。雖然話係呢啲油嘅脂肪咧，有啲係健康，就算係健康嘅脂肪咧，我哋都記得唔好話過量進食喎，因為咧脂肪所含有嘅熱量咧就好高嘅。當我哋食過多脂肪，俾身體太多熱量，而我哋用唔晒啲熱量嘅時候咧，又積存起嚟，就以甘油三酸酯嘅情形積存起嚟咧，就會提高咗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風險。呢度我呢度咧，我特別咧就係要提出咧，就係話記得盡量係減少或者甚至避免高度加工食品，因為高度加工食品咧好多時咧都係加咗脂肪，而佢所加嘅脂肪咧好多時都係唔健康嘅脂肪，譬如係豬油啊。椰子油啊，或者係棕櫚油啦，咁所以咧買零食啊，或者出去食飯嘅時候咧，就盡量留意下個脂肪成分係有幾高，同埋盡量去買餸嘅時候咧，選擇下一啲健康嘅脂肪。好啦，總結下脂肪呢一個環節。脂肪對身體咧就一定係需要嘅，係有健康嘅功能，但係咧就記得選擇下健康一啲嘅脂肪，就例如係非飽和脂肪。一般嚟講咧，植物類嘅食品咧就喺脂肪方面咧就比較健康一啲，因為佢含有飽和脂肪嘅成分咧就比動物類嘅食品咧一般係低好多，同埋植物類嘅食品咧就比較係多一啲係非飽和脂肪，就對身體健康啲。但係好似我頭先講過話，如果你喜歡食動物類嘅食品咧，都唔緊要，可以選擇譬如魚啦，或者瘦身一啲嘅肉。記得如果係食雞肉啊嗰啲咧，就去咗個皮，咁就健康一啲。喺食油方面啦，就係選擇橄欖油同埋係菜籽油 canola oil， 咁就對身體健康啲。好啦，最後呢個環節咧，我哋就講下鈉。鈉咧喺邊度會揾到咧？就係我哋日常嘅食鹽嗰度咧就有鈉嘅存在。鈉咧係我哋身體必須嘅礦物質。佢可以幫助我哋神經系統嘅信息傳遞，又可以幫我哋嘅肌肉收縮或者係鬆弛。鈉咧仲係要仲係需要嚟幫我哋調節體液嘅平衡，等到我哋嘅血容量同埋血壓咧係可以保持喺健康嘅水平。我哋一日咧只需要係1500毫克嘅鈉咧已經係足夠㗎啦。咁1500毫克嘅鈉咧，其實係只不過係2/3個茶羹嘅鹽嚟嘅啫。咁但喺加拿大咧，平均嚟講咧，我哋都食成差唔多2個茶羹嘅鹽，咁就過多啦。咁如果你話我唔食普通餐鹽，我食啲特色鹽，咁會唔會係少啲鈉咧？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咧鈉無論係喺普通餐鹽或者喺特色鹽裏邊咧，都係存在嘅。鈉咧，如果食得過量嘅時候咧，就會令到血壓
升高。嗱，血壓升高咧對身體嘅心臟啊、血管啊其實冇益嘅。咁肝臟一樣啦，我哋同其他嘅器官都係需要有由血管度帶啲養分去到肝臟細胞。如果我哋食得鈉多，令到血壓提高，對血管造成破壞嘅時候咧，對肝臟細胞咧都係唔會有好處嘅。嗱，鈉咧好多時咧喺食物製造或者加工嘅過程中咧已經係加咗上去㗎啦。咁我呢度咧有啲例子咧俾大家係特別留意下，去買餸啊或者選擇食品嘅時候咧，就盡量減少或者避免呢一啲含有豐富鈉嘅食品。首先咧就係盡量咧就係減少或者甚至係避免用鹽醃製嘅肉類，譬如係鹹魚啦、臘鴨啊、煙肉啊、火腿啊、香腸啊，呢啲都係非常之鈉成分高嘅食品。芝士食品咧好多都係含有高鹽分嘅，特別係 cottage cheese， 我唔知 cottage cheese 中文譯乜啦，同埋係硬身嘅芝士咧，好多時咧係比較鹽分高。咁即食嘅晚餐啊，因為製造商想啲食品美味咧，好多時都加咗好多鹽分喺度。咁即食晚餐咧，好多時都係比較含鈉嘅成分高。至於調味醬料方面咧，好多都係含鈉係比較高嘅，譬如係意大利粉醬或者係燒烤醬、蠔油、豉油。就算係辣醬，好多時都係鈉嘅成分係比較高。咁如果你係食即食麵裏邊嗰個湯料咧，好多時都係含有好高鹽分嘅。嗱，至於係餐館食品啦，無論係堂食或者係買外賣咧，又係啦，佢哋餐館好多時都想啲食物美味咧，好多時都係加咗係高成分嘅鹽喺度。咁我哋最緊要咧就可以有啲方法咧，就係提議下，譬如餐館唔好再煮嘅時候再另外加鹽啦。咁至於係零食方面，譬如係爆谷或者係薯片，又係啦，睇下個營養標籤，好多時嗰個鈉嘅成分都係偏高嘅。嗱，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避免我哋喺食物度攝取過量嘅鈉咧？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個營養標籤。嗱，呢個咧就係個食物嘅成分咧，就一杯嚟到計。咁紅色框框嗰度咧就話到俾我哋聽，呢一份量嘅食品咧就係冇鈉嘅，呢一個係低鹽嘅食品嚟嘅。咁我哋鼓勵大家咧係選擇食品睇營養標籤嘅時候咧，就盡量選擇唔好多過5%嘅鹽嘅份量，咁就對健康咧就好啲。咁仲有咧就係如果我哋去餐館食嘢啦，我就頭先話過咧，餐館食品無論係堂食或者係買外賣咧，都係好高鹽分下嘅。咁啊，盡量提醒下餐館，就叫佢哋喺煮嘅時候咧就唔好額外加鹽啦。同埋如果去買餸咧，譬如你買薯片，如果最好咧就留意下有冇一個低鹽嘅版本。如果揾到低鹽嘅版本咧，就最好買低鹽嘅版本，就好過買就可以避免話食取到太多嘅鹽分。如果係可以嘅話，就最好咧，就盡量喺屋企煮餸啦。咁自己喺屋企煮餸咧，就可以控制到個份量同埋個材料。不過咧，如果你喺屋企煮餸係用街外邊買翻嚟，譬如已經醃製好嘅，譬如肉類啊，咁就要留意下啦。因為街外邊買翻嚟醃製好嘅肉類咧，可能已經係加咗鹽㗎咯喎。咁咧又係啦，就想最好咧就係買啲自己翻嚟再調校味道嘅食品嚟到煮餸咧，咁就比較好啲。咁又可以選擇下唔用鹽嚟到調味。咁我呢度咧有幾個提議咧，就俾大家考慮下點樣可以唔用鹽嚟到調味喎。譬如咧係用新鮮嘅農產品啊，譬如係青檸、檸檬、洋葱、蒜、薑或者係八角，甚至蘑菇。其實蘑菇咧有一種味道叫做 umami， 就係個味道咧就好近似肉類嘅。咁大家都可以用呢啲新鮮農產品嚟到嘗試下，提高你個食物嘅味道。咁又或者咧就可以考慮下用乾身嘅藥材或者係配料啦，譬如係黃薑粉或者
黃薑粉或者係chili powder 或者係咖喱粉。不過咧就唔好選擇洋葱鹽或者係蒜鹽，因為咧洋葱鹽同蒜鹽咧都係含有鈉嘅。咁或者又可以用下譬如醋啊、營養酵母啊，或者甚至花生醬啊，都可以係令到啲餸菜咧係美味嘅。嗱，出邊市面咧有啲代鹽啦，咁但係代鹽咧好多時都係用甲鹽嚟到取代鈉嘅。咁如果你話係個腎臟有毛病嘅時候咧，就最好咧就係問下醫生或者營養師適唔適合用含有鉀嘅代鹽。咁好啦，我哋總結下鈉呢一個部分。鈉咧係身體必須要嘅礦物質。如果係醫生冇話指定我哋一定要食個低鈉嘅餐單咧，我哋每一日咧攝取1500至2000毫克嘅鈉咧都係叫做健康嘅。不過記緊咧就係出去買餸或者係去食飯嘅時候咧，就留意下啲餸菜嘅鈉嘅成分有幾高，就盡量選擇下低鈉嘅版本就好啲。咁如果係自己喺屋企煮餸啊，就多啲嘗試下唔用鹽嚟到調味咧，就對健康咧就係有幫助。好啦，總結下我哋今日成個講座嘅資料。嗱，肝臟健康咧對身體係非常之重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可以通過飲食同埋營養去改善肝臟健康。等到受損嘅肝臟細胞咧可以重生，或者將肝臟病進展程度咧放慢嘅。咁呢度咧我就特別再指出下有啲乜嘢特點我哋要留意嘅，令到肝臟健康嘅飲食咧係可以做得好啲。鼓勵大家咧就多選擇低脂肪同埋高纖維嘅整體食品，越少加工越好。咁喺蛋白質食品方面咧，就多嘗試下用植物類嘅蛋白質食品。至於係喜歡翻，如果係用動物類嚟到攝取動物類嘅食品嚟到攝取蛋白質咧，都可以。不過咧就記得選擇譬如低脂肪嘅，譬如瘦肉啊、魚啊，咁就比較健康啲。咁喺脂肪方面咧，就記得選擇係非飽和脂肪，就對身體就健康啲。如果係飽和脂肪含量係高嘅，譬如係含量飽和脂肪含量高嘅動物類食品咧，最好咧就越少越好啦。咁再加上就係出邊嘅高度加工食品，好多時咧都係加咗糖、加咗鹽、加咗脂肪，特別係特別係飽和脂肪嘅零食啊、加工食品咧，最好咧就係越少越好。好多謝今日大家參與我哋呢一個講座。希望大家如果對呢個講座有啲乜嘢提議，就發個電郵俾我呢一個 Living Organ Donation@uhn.ca 嘅電郵地址，或者係將啲提議咧就發去俾我哋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哋喺呢度咧就仲要多謝加拿大肝臟基金會贊助我哋呢一個講座。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拜拜。